蒙藏委员会为什么变成民进党眼中钉？因为达赖喇嘛本身他是主张西藏独立，但是蒙藏委员会是强调中华民国对于西藏内外蒙古的主权。所以蒙藏委员会如果今天还在的话，它实际是一个象征统一的机构。它的统一不是两岸统一而已，它是象征大中华民国秋海棠统一。所以在扁政府时代，他也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暗示已经不拥有大陆主权了。真正强势的文化不是汉语，那是英文文化。英文文化让大家全部英国化，连汉人一起都像美国人了，这个才是比较接近现实。美国经披露，中国今年在蒙古自治区进一步取消蒙语教学，紧缩少数民族的自治权，有点滑稽。因为中国在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有受蒙语教育的权利，包括打官司的时候是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美国的教学语言就是英语，没别的语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当然，讲到蒙古哦，跟台湾还是有一些渊源的哦，各位，我来补充一点冷知识啊，这个部分大概很少人知道了啊。是蒙藏委员会呢，当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年这个蒙藏委员会是2级行政机关了，这个今天呢，它已经被解编了，那它原本的主体部分呢就被降级成为蒙藏文化中心，并入文化部之下啊。这个是台湾的一种性，就是在台湾哈，就是说宪法层次、法律层次跟这个政治现实是比较脱节的哈。那么当然从这个宪法层次里面，自从这个1953年，中华民国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他就认为就我原来在这个1940年代中期去承认外蒙古有公投的权利，这个事情当然就作废了，所以中华民国地图又把这个外蒙古划回来了哈。这也是一些大陆的这个听众观众他们误解的，他以为说这个在中华民国这里没有，那么外蒙古呢是被这个中国共产党割让的哈，这是一个错觉。那可是呢，我就是说，从法律层面上，这个蒙藏委员会的，它是从清朝的理藩院传承下来的啊，从清朝理藩院变成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蒙藏院啊，然后再变成这个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它这个蒙藏委员会一直是管理蒙藏税，所以这个蒙一直是包含内蒙古跟外蒙古啊，藏包含这个西藏以及藏语区。就是这些事务都是由蒙藏委员会来管辖的，所以蒙藏委员会它当时不仅是一个像这个目前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它有这个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宗教委员会，它不是完全，它其实它还有行政功能，包含有地理范围的行政功能。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它是没有正式建立行政区划的，没有行省的，所以这个蒙藏委员会它也要管理它这个具体事务。一直到了1990年代，蒙藏委员会它还要象征性的是由蒙藏人士担任啊，这里面都包括1949年以后到台湾的这些蒙藏人士，并且它还有一些功能，它要接待这个蒙藏人士啊，海外流亡的蒙藏人士。结果当然的达赖喇嘛接待这些海外流亡的人，他们的主张跟蒙藏委员会法律上的主张是冲突的，因为这个达赖喇嘛本身他这些是主张西藏独立，但是蒙藏委员会是强调这个中华民国对于西藏对内外蒙古的主权的，这个是他们是根本他们看到那个中华民国地图是非常愤怒哈，所以我可以这么讲，蒙藏委员会如果今天还在的话，它实际是一个象征统一的机构，是，它的统一不是两岸统一而已，它是象征大中华民国秋海棠统一。是的。蒙藏委员会为什么变成民进党眼中钉，就大家了解。是，肯定要把它废掉。所以在这个扁政府时代，他曾经这个阉割它，他要承认这个蒙古人民共和国，但是承认蒙古国，以便用这个彰显说，暗示已经不拥有大陆主权了。那另外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内蒙古学校之前有传出所谓禁蒙语啊，那这个其实就关系到所谓中蒙关系里面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国怎么去处理，或是怎么样去治理在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也就是内蒙古问题的处置。提到说，中国近年来在蒙古自治区加强汉语教学，那进一步会取消蒙语教学啊。而且很多蒙古族就觉得说，你这个是在紧缩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当然，关心这个事情最多的是美国之音啊。好，我们要先声明一下。好，我想首先这个是由美国经披露，这个是有点滑稽，因为在美国的这个教学语言就是英文。
就是英语，没别的语言。那么中国在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哈，它其实是少数民族有接受自己母语教育的权利哈，并且它还有母语教育，还有其他权益，包括这个法律诉讼啊，打官司的时候是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的。这些民族自治地方里面，一直它都有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还有双语教学，也有纯汉语教学。我想市场经济取代了原来的这种计划经济之后，其实在所有的少数民族区域都出现了一种变化。那么这个去找工，他就有一个需求，他希望学习汉语。对，那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在都市里面，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个年轻的夫妇，他们原来是受双语教育或者甚至是纯汉语教育长大的，他们已经在从事很不错的工作。这时候他们忽然有很强烈的这个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使命感。或者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意识哈，他们觉得我一定要让我的小孩接受我原本的母语教育，或者是我这个被标定的那个贴了标签的那个族裔的这个教育，在这个农村牧区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他们希望接受汉语教育，因为我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前途。在都市里面，尤其是都市中产阶级的这个少数民族，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呢来接受母语教育。内蒙古自治区这个蒙语的事情啊，其实它是原来是从小学1年级开始就有双语教学，其中包括蒙古语。那么后来把它推迟到2年级啊，其实到现在为止啊，我没有看到说这个2年级以上禁用蒙语这个禁令，其实没有。可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发现哈，就是书店里面的一些书，比如说像《蒙古族通史》是不太找得到了，但是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它是用蒙古语写的？我想不见得啊，因为这个《蒙古族通史》是被视为里面他把这个蒙古族的传统跟蒙古族的历史跟这个所谓中国的历史对立起来，这种是让这个我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焦虑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是跟它的内容有关。那么至于在现实当中，我们会把这个解释成为比如说美国之音把它解释成为紧缩少数民族自治权，但是我们更多的，我想我看到的是一个市场化以后，也就是其实是由美国带动的全球化以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说，真正强势的文化不是汉语。那是英语文化、英文文化让大家全部英文化了啊，全部都英文化了。我看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地方让他们看得越来越像汉人，不对，连汉人一起都像美国人了，应该是这个全世界的人看起来都越来越像美国人，这个才是比较接近现实。就是说这中间的一个，就是说谁来定义现代化，谁来定义进步这件事情，其实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欧美在定义谁是现代化这件事情。至于我想这个就我看来，去保存这个文化的多样性，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的一直存在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它对于文化的这种多元容忍，是比建立民族国家的欧洲、北美那个宽容大得多，也比亚洲的日本、韩国大得多。因为日本、韩国这个都是非常单一，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其实这个单一的过程当中，包含对其他这个异质文化的一种灭绝，像日本把这个阿伊努跟琉球的文化都灭绝掉了，所以由他们来自己去看待中国的事情，他们觉得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走他们那条路，可是未必要。等于是预设立场，是因为他们走的是这样的现代化路，结果所以就认定中国必然会形成单一民族国家。是就是元清也没打算去灭绝汉文化，反过来汉人也没打算去灭绝这个蒙古文化跟满洲文化。其实看唐代就知道了，唐代里面好多的将领，这个你一翻他的背后。这个都是各个民族的嘛，有这个朝无九姓的，就粟特人啊，那有来自朝鲜族的，有来自那个突厥族的，后期还有沙陀人啊，这党项族的，就很复杂嘛。那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并没有一个非常强烈而这个说一定要完成达成文化均质化的，反而是以用为主。你用得到，你当官那当然要学汉语啊，你走得学汉语。那你自己不当官，那你爱去哪里随便你。所以地方的方言永远都这么盛行，也没有去强制推行过统一方言这样的运动。
那反而是灭绝方言这事情是台湾反而做的比较彻底一点。是公台义爱花钱，把蒙古史给瞧了一瞧，那正好可以去解释近来蒙古它为什么开始加强跟中国的一个连结性。可是从这个近代的历史，因为蒙古受到苏联很强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它的历史再造然后再加上呢过去历史上的这一些成吉思汗以来到元朝这些历史的过程当中，整个近代民主国家运动的时候把它重塑的时候，让现代的蒙古社会老百姓对于这个反华的意识还是有意识的被加强了，或者说蒙古政治精英的一个基础焦虑就是跟中国太接近是不行的。那另外呢，受到这个，因为这几年其实蒙古有很多所谓的转型正义也是重新的在更正史达林时代杀害了这么多的喇嘛嘛。那喇嘛其实是一直以来对抗苏联统治暴力很强的象征。这几个之下，蒙古就要强化它自己的一个独特性，还有它的历史恢复性的时候，它就出现这种拉扯的状态。那就看它不断在中俄之间摆荡，甚至想要远远的从地理位置跳起来，跳到了太平洋的对岸去找美国。可是真没想到的是，在国际地缘的冲突之下三大火药库现在爆2个，然后反而断了蒙古的第三邻国的这条道路。那在这情况下，他就只好更务实的来处理他现在的关系。那从我刚才这样的这个总结里面，我来看蒙古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它该采取怎样的地缘态度，然后它会往哪边去呢？我想这个蒙古其实它的整个这个20世纪的现代史，其实是一部这个接受民族主义、不断加强民族主义的一个历史，可是这个民族主义在实质的这个民族利益面前，其实它应该做适当的调整尤其是对于你的地缘处境考虑进去的时候，那么长期强化的这个蒙古民族主义，其实对于蒙古利益可能是一种负面的因素。这种情况下，我想除了蒙古以外，我想对全世界都一样，把这个民族利益它跟这个全人类的利益做一个平衡看到更长远的，就是民族利益跟整个全体人类的利益的一个这个重叠性、共同性，那么我想对大家都有好处。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关于蒙古的故事我们就聊到这里其实蒙古跟中国的亲善其实对中国是很有益处的，因为蒙古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那能够充分的开发蒙古，那给予蒙古相对对等的利益，其实对中国来讲也不是坏事。甚至呢，蒙古如果更亲近中国，反而对俄国来讲还比较头痛。好，那我们今天过来座谈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最重要是加入我们的会员。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超级留言、超级感谢或者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或者是邮局，让我们更多的粮草可以继续做下去。那我们今天专家讲就聊到这里我们今天谢谢吴乾老师，谢谢。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喽，拜拜，拜拜。